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就来继续说最新远征的第二位武将曹彰。曹彰是防御型武将，怒攻会攻击敌方一列，造成168%的物理伤害，并施加不可转移、死亡也不驱散的沟壑效果，持续2回合。曹彰在释放怒攻的同时，也会对被命中的前排武将造成自身防御力100%的真实伤害。沟壑也会使目标造成的反弹伤害降低50%，并且受到负面状态驱散的技能时，有50%概率会让驱散失效。沟壑是曹彰的核心技能状态，它的基础用途有2种，一是让灭队用来降低反弹伤害用，二是降低抗队，或者说白了，就是为了让曹植的控制不会被轻易被驱散掉而用的。5星技能致意慷慨，一旦有处于沟壑的敌方武将受到暴击，曹彰都会对其追加一次80%的物理伤害，并且还会附带3星被动撼动天地的伤害效果，这个效果我们等下再说。曹彰的5星技能对每个目标每回合最多只能触发3次。曹彰的追击对处于眩晕状态的武将是必定会命中，并且必定会暴击的。同时，技能还会附带暴击伤害提升50%的效果，简直就是趁你晕，要你命。不过，技能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若目标不处于眩晕状态，曹彰追击的最终命中率就会被降低50%，这个追击是有可能会打不到对手的。不过这也没关系，别忘了曹彰5星的追击技能也可以同时触发3星技能的伤害，即使追击落空了，也不会完全没有伤害。曹彰的3星被动撼动天地会在曹彰普攻或怒攻时有50%概率触发。撼动天地会对敌方前排武将造成60%自身防御力的真实伤害。有了5星和3星被动的联动，曹彰在普攻、怒攻和追击时都有概率可以对敌方前排造成真实伤害。当中，普攻和怒攻触发的概率只有一半，但5星被动的追击则是必定触发3星被动的追加伤害，而且每回合对每个武将最多还可以触发3次，所以一个能造成暴击的武将才是触发曹彰3星和5星被动追击的重点。一火后，若曹彰的5星被动追击命中了处于眩晕的武将，曹彰会将可持续1回合眩晕扩散至所有处于沟壑的武将，这个效果是不可被抵抗的。一旦曹彰命中处于眩晕中的武将，其他处于沟壑状态的武将也全都会被眩晕。这个效果听起来非常可怕，不过要留意的是，虽然异火造成的眩晕传染是不可抵抗的，但沟壑这个状态在被添加时还是有机会被抵抗的，所以并不是无解的。加上曹彰只能对一列武将施加沟壑，实际上能被传染的目标也就只有一个而已，至少在曹彰5火前是这样。3火后，5星的追击技能会对被命中的敌方附带最终闪避率降低10%，和受到的伤害结果增加10%的效果，持续2回合，最多可叠加3层。也就是说，曹彰的5星追击技能会越打越痛和越打越准。其实50%的最终命中下降，并不会让曹彰完全打不中目标。参考跃进的致盲也是50%最终命中下降，但对方也一样能打中人就知道了。当然，因为曹彰每一次追击的目标只有1人的关系，所以打偏的概率还是会有的。5火后，若曹彰的怒攻命中了处于沟壑的敌方武将，则对随机另一列敌方武将也添加沟壑状态，持续2回合。5火是个质变的效果，因为这是曹彰唯一能使沟壑扩展至其他列的技能。不过曹彰的技能也有一个和曹植一样的问题，那就是慢。假设曹彰每回合只能发动1次怒攻，那么沟壑的传染效果最快也要第2回合才会开始启动，和曹植发动的时间几乎是一致的。处于沟壑状态的武将越多，曹彰能追击的次数就会越高，能眩晕的武将也会越多。因为曹彰的追击只要命中一个处于沟壑中眩晕的武将，就能把眩晕传染至所有沟壑中的武将。而曹彰追击命中处于眩晕中的武将是必定会暴击的，
暴击后又可以再次产生追击，直到打满1回合3次的追击上限为止，并且在追击的期间，也会一直持续对敌方前排造成自身防御力的真实伤害，这就是曹彰伤害的由来。曹彰也是多动症的人物，虽然单次伤害并不高，但多次追击所累积下来的真伤也是不少的。另外，这里也有一个小技巧，曹彰也可以使用长驱瑶光来增加自身的暴击率。这样，即使追击命中的武将不处于眩晕的状态，曹彰也有机会自己暴击自己追击，就这样把每回合3次的追击都打满。只要爷的暴击率够高，就可以自己来，并不一定要靠别人。接下来是曹彰的羁绊，一样是绑定3兄弟曹植和曹丕。曹彰激活羁绊后，自身会提升 50% 的怒气，降低抗性，并且在自身存活时，会使魏国武将的异常状态抗性提升 50%， 异常命中提升 30%。羁绊还会额外为曹植和曹丕提升 50% 的怒气，降低抗性。另外，羁绊也会在前2回合中，使敌方前排受到暴击的武将有 30% 概率获得持续至回合结束的沉默效果。若目标已经处于控制状态，则驱散其随机一个增益状态。那一堆的异常抗性命中和怒气降低抗性有多么重要，相信就不必再解释。概率沉默可以激活曹植的沉默消失，会造成的最大生命 10% 伤害，并且也能和 SP 郭嘉的异火效果产生联动，这3人组队可以产生的化学效应真的非常多。曹彰的羁绊对脏水队非常重要，对队伍的提升比自身的提升还多。不过这样的设计也让曹彰对于激活羁绊毫无压力，因为曹彰一旦离开了曹植、曹丕另行去组队，这个羁绊有没有激活就一点也不重要了。最后来说说曹彰的抽取建议。曹彰虽然是个防御型武将，但身上却连一个防御型的技能都没有，所以又是一个只披着防御型皮的武将。在功能上，曹彰对标的是暴击和眩晕效果，这点在组队上其实就有很多限制。也不难看出，官方又想做一个可抗又可灭的两用防御型武将，不过很可惜的，这次又失败了。一个武将想要同时兼顾2种不同类型队伍的需要是真的很难的，除非你是直接把它做成拥有2个羁绊的 SP 武将，那就随便你要怎么做都行。目前最成功的非 SP 武将案例也只有高顺了。不过高顺也是因为搭上了可抗又可灭的吕布，才能有今天的成绩。所以最终曹彰的用途还是仅限于在脏水队里而已，在其他队伍都出不了场。如果硬要找就业机会，其实曹彰的特性和关羽一家人的队伍还是蛮搭的。队里要暴击有暴击，要眩晕有眩晕，奈何现在关羽队的强度真的非常有限，即使曹彰能进关羽队，关羽队现在也上不了场。不过新区的玩家如果有兴趣，倒是可以尝试去玩玩看。关羽现在也只能在新区血量还未很厚以前，拿来当做娱乐队来过瘾一下了。不过并不建议新区玩家为了玩关羽而抽曹彰，这个效益实在是太低了。郭嘉黄忠灭队才是新区玩家正确的选择。最后的结论是，曹彰最终还是只能在脏水队里使用，走出了脏水队就几乎没有出场的机会。曹彰3火就能用，5火效果更佳，但如果你不打算玩脏水队，曹彰就可以完全不用抽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